老婆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回家吃饭好不好？你要是再想这样每天回娘家吃饭的话，不管这个家，那这个家就散了。结婚8年，我那喜欢和稀泥的老公执意要结婚回来同住，我连续3个多月选择回娘家吃饭，他们崩溃的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要我回家，除非婚后搬出去的那种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当初你和稀泥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妈妈明天要来和我们一起住，你准备一下。结婚8年了，因为你父母来不来同住这件事，我跟你掰扯了有5年吧，而且我明确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可以接过来住，在同小区租一个房子，费用我来出，我需要个人空间。老婆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这住外边我实在是不放心，就住半年，等天暖和了就回去，行不行？我已经订票了。你不经过我同意就把票订好了？因为他爸妈来不来住的问题，我和他吵过很多次，他每次不是和稀泥就是避重就轻，转移重点，吵了5年，没一次管用。这次我不吵了，我要让他真正的明白和稀泥的后果是什么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行了，那这事儿就先这么定了，我去上班了。你爸妈不是要来吗？我觉得这房子挺不错的，离家近也方便你照顾他们。押1付3，这房费我来付。不是陈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住家里。是你决定的，不是我决定的。我的底线你很清楚。你就不能为了我退一步吗？他们是我爸妈。我退了，我的空间谁来给我呢？又不说话，每次遇到这种难回答的问题，他只会用和稀泥的方式进行沉默逃避。我不管，必须住家里。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。这是你第一次先挂我的电话。好，你决定，我配合。屋里这大彩电看着就比这香烟的黑白电视看着清楚啊！就是看那画面跟镜子似的。你们这样太不讲卫生。我住我儿子的房子，怎么说怎么来，又让你管。李哲，这个家脏成这样，你也不想好好住了是吗？小叔，我爸妈他们农村来的，不懂城里面的规矩，你这个做儿媳妇的大度一点嘛，家和万事兴啊！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你会好好孝顺你的父母，但是我需要我的空间。现在呢？那你让我该怎么办？他们是我爸妈，我是他们的亲儿子，你倒是为了我忍一忍，行吗？忍？我辛辛苦苦打理的家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你妈刚才还往我脸上吐瓜子壳，你让我怎么忍啊？哎呀妈呀，结婚都8年了，我都没嫌过你，还嫌不上我们了。谁说不是？这个天底下只有公婆教训儿媳妇的，哪有反过来儿媳妇教训公婆的呀？那天底下有没有公婆住进儿媳的房子里，把儿媳的屋子糟蹋的像猪窝一样，还往儿媳脸上吐瓜子壳啊？什么你的房子？我住的是我儿子家。就是我们住我们儿子房子怎么了？这是我买的房子，这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。够了！我都说了家和万事兴，他们是我爸妈，你就不能为……停！你这种和稀泥的话我听厌了。在你能正确的处理好我和你爸妈的关系之前，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。这个城里的女人就是不懂得规矩啊！爸，你们消消气，小叔他就是被我宠坏了，脾气大，别往心里去。小叔，我爸妈他们第一天来，你就不能高兴点吗？
我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个家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怎么就不是你的家了？不就变得脏点乱点了吗？那我的画呢？我收起来了。我的单人沙发呢？妈坐着不舒服，搬到阳台去了。那这客厅的烟味呢？我爸他抽了一辈子烟，你让他一下子改又改不掉，你忍忍。忍忍，又忍。好，既然你让我忍，那我就忍了。我可以配合你想让我做的一切，但我希望你以后别后悔。妈，明天开始，我下班后要回娘家吃饭。决定了。嗯，好。来，在自己家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不吃，别委屈自己。明天想吃啥，跟你妈说。嗯，好。小叔，你在哪儿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在我妈这儿你去那干嘛了？吃饭。你吃过了？嗯，吃过了。你吃过了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跟爸妈都说好了，他们说想尝尝儿媳妇的手艺，我都已经答应了。你这那是你答应的，不是我答应的。我昨天都已经跟你说好了。你说好什么了？你把你爸妈接过来住，我配合。我天天回我娘家吃饭，也请你配合。小叔，你别闹。我没有闹，我很认真。就这样吧，我准备回去了。不想回去住，就在这儿住。妈，那不行，那是我的房子，我凭什么走？我要的不是逃避，是解决问题。站住！陈叔，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公婆想吃一口你做的饭菜，你还给我们摆啥脸色了？妈，我厨艺不精，怕您吃了拉肚子，而且我下班顺路，回我妈家吃也挺省事的。以后也不用劳烦您等我回家吃饭了。顺路？你妈家跟咱们家一个南一个北，这也叫顺路？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。我凭什么少说啊？有你这样当媳妇儿的吗？公婆来的第一天就躲出去了，那这躲给谁看呢？我没有躲，我只是回家吃个饭。你就不对我们有意见？就是。李哲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吧？小叔啊，那个妈是急性子，但心意是好的。咱们做小辈的应该是多体谅一下吧。这样，你给妈道个歉，这件事情就算是翻篇了，行不行？我凭什么道歉啊？是因为没伺候爸妈吃饭，还是因为没忍气吞声？李哲，我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你就直接提出来。还有，这个家到底谁是主？是你爸妈，还是咱俩？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这个不孝顺的儿媳妇。妈，你就要戒。陈叔他就是太不懂事了，等会儿我好说说他啊。走，真是。是，我妈她就是急性子，你就当是给我个面子，明天回家吃饭，好不好？李哲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在你能正确的解决我跟你爸妈的问题之前，我会一直在娘家吃饭。之后的第3天、第4天、第5天，我把下班回娘家吃饭这件事变成了雷打不动的日程。王秀琴和李建军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，从一开始的指桑骂槐，到后来直滋开刀。书都读到狗肚里头去了，你成天回娘家吃饭，做给谁看呢？喂，我跟你说话了，你妈，行了，我们老李家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娶了你这么个。李哲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他试图跟我沟通。第1天，他堵在门口。小叔，算我求你，就回家吃一顿饭，给我个面子。第2天，他买了束玫瑰放在我床头。小叔，我们2个好好谈谈。李哲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到底是你爸妈的儿子，还是我的丈夫？我是我爸妈的儿子，也是你的丈夫。我们已经结婚了，
在这个家里，你首先是这个家里的男主人，然后才是你爸妈的儿子。我连个儿子都当不好，我当什么男主人？我每天哄我妈过来哄你，弄得我两头都不是人。小叔，你这样做有意思吗？让我在我爸妈面前抬不起头。你为什么会两头不是？就是因为你在中间和稀泥，让我忍。我这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我年纪大了，你就让一让啊！你何必把事情闹得这么僵？一家人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我让一步，他们就得寸进尺一步。你次次在中间和稀泥，你是想让我忍，还是想让我受气啊？我怎么和稀泥了？我在我爸妈面前可没少帮你说好话。我说你工作压力大，我说你是听书。你说我身体不舒服，怪不得他们说我生不出个蛋，明明是你自己不想生孩子，你是两头瞒，然后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。这不是想让他们多体谅体谅你吗？所以你就可以在你爸妈面前说我有病，在我面前说让我忍忍就好。你是两头哄两头骗，你以为你是救火队员吗？你这是在火上浇油。那你让我该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在他们面前说你不想跟他们一起住吧？那你就可以撒谎和稀泥，然后把所有的锅都推到我身上。我没甩过。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？在农村呀，闻着大粪我也高兴。哎呀，姐呀，我这命好苦啊！养了个儿子，娶了媳妇儿，他忘了娘啊！你不知道呀，我现在的媳妇儿啊，天天给我们脸色看，连家都不回呀。我跟老头子在这儿跟坐牢一样啊！算了他，你可做媳妇了，跟这么对长辈，别着呢，让他爸爸。他怕老婆，姐你是不知道啊，他被这个女人拿捏的死死的，还在家里啊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那陈叔一瞪眼，他话都说不利索呀。哎呦姐呀，你可说我怎么办呢？哎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胡说什么了？不是你跟我说的。陈叔他脾气大，说你管不了他，说你天天为了这家低三下四。原来你就是这么跟你妈形容我的呀？不是，小叔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是为了让妈少挑你毛病。我说你脾气大，他们就不敢招惹你了。我这是为了你好。你在你妈那给我形容成一个母夜叉，让她更恨我。你这是为了我好。那我该怎么说？我说你没错，是他们不该来这个家里边住，那他们不得当场炸了？所以你就把所有锅甩给我。我没有甩过。有没有我听得清清楚楚？小叔，你去哪？我出去一趟。你是不是又生气了？我妈她就是……哎呀，别跟她一般见识，我已经说过她了。你妈她没胡说，她就是在向整个家族宣告她的儿媳妇不孝，她这是在动员所有人来向我施压。你以为这是简单的家庭矛盾吗？这是战争。而你呢？你就是那个在两军阵前来回跑，两边都说我这是在为你好的传令兵。你以为你这是在两头讨好吗？你这是在两头背叛。小叔啊，不是我说你，您是读过书的人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你姑婆大老远去了，是去享福的，不是去看你脸色的。你让李直夹在中间多难做呀！那天给我打电话，说着说着都快哭了。你这个做媳妇的，你得多体谅体谅他呀。李哲难做，我就不难做了吗？他难做是因为他孝顺，两头都是亲人，你让他怎么办呀？我的家被占了，我的生活习惯被破坏了，我现在连在自己家喘口气都觉得累，谁来体谅我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你的家被占了？那也是李直的家，是他父母的家呀。房产证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这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法律上这就是我的家。他们是客人，客人要当主人，我这个主人只能出去喘口气了。你这孩子太犟了，你这说的没错，你这孩子劝都没有用。他是不是还跟您说他尽力了，是我太难搞？不过您被他代表了，他就是想让您当这个说客，自己躲在后面当好人。两头传话，两头卖好。李哲，你这套和稀泥的本事可真是炉火纯青啊！
你给我姑说什么了？陈述事实。他打电话把我骂了一顿，说我管不住老婆，说我给我们老李家丢人。陈叔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们全家都得罪光了我才开心？是你先把我形容成那个管不住的老婆的。你是不是还在你姑姑面前说，我尽力了，陈叔不听我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总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在我的身上，然后面对我的时候又说，我都替你顶回去了，我还在爸妈面前帮你说好话。李哲，你累不累？我当然累了，我每天夹在你们中间，我哄完我妈，还要哄你，我还要照顾好你们每个人的情绪，让你们每个人都满意，我他妈累死了！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夹在中间，只要你在我跟你爸妈中间画一条清楚的线，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家，你们是客人，客人就要尊重主人的生活习惯，你就两头都不用哄。可你不敢，因为你怕你妈说你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又怕我觉得你不站在我的身边，所以你就两头两不骗，两头都不疼。8年的婚姻，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。他以为自己在照亮别人，其实只是在加速耗尽我们之间最后那点温度。有些人呀，把这当旅馆了，想回就回，想来就来，也不知道是嫁人啊还是住店。妈，小叔他公司远，早上怕堵车，不是故意不陪你吃早饭的。你别替他说话，他眼里哪还有我这个婆婆呀？小叔，你跟妈打声招呼再走呗，就一句话的事儿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……你想两边都不得罪。你看他什么态度啊！当着我的面训你，这还是媳妇儿吗？这是祖宗！妈，他那不是训我，他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，你多担待啊。我担待还少吗？我天天在这受气，这还是我家吗？这是小叔的家。什么他的房子？你们结婚了，这房子就是你们的，他凭什么说是他的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房本上写的是他的名，所以在法律上……你跟你妈讲法律，你可真行啊！啊，这娶了媳妇儿，这胳膊肘都拐到天边去了。妈说的没错，你就顺着他呗。爸，我没顺着他。那把他叫过来吃饭，连屁大点事你都干不成啊！啊，就是个窝囊废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这每天回来吃饭呢，我和你爸都觉得热闹多了。是吗？快坐。好。哎，我们单位新建了个羽毛球场，你要不要有时间跟老爹去打去？没问题。哎呀，别光顾着唠嗑，赶紧趁热吃，吃完呢好回去对付你的公婆。对对对。好。哎呦，现在身体不行了，天天胸口疼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儿子孝顺，这儿媳妇不省心呀，天天把我当空气，家都不回。哎呦，我这把老骨头呀，也不知道还能熬多久。终于亲近了。大叔的媳妇揉成的面，这媳妇就不能惯。我瞧你那个窝囊样！哎，你看看啊，你都把他过成什么样了？你是他男人，你得管。老李，你倒说句话呀！这别人都欺负到你儿子头上了，天到晚就在这吵吵吵的。我说什么呀？我说了有用吗？我说话都不如放个屁！咱家这儿媳妇，那比那王母娘娘都厉害，我是管不了。陈叔，你非要这样吗？我只是在过我自己的生活。
你自己的生活，你的生活里没有我，没有这个家，是吗？这些不是你们先把它弄成这样的吗？你很清楚，只要你父母搬走，这一切都会恢复正常。不可能，那是不是啊？你要亲你怎么看我？而且我妈的身体也不好，她万一踢出个什么好歹来，你让我怎么承担得起？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陈叔，你别逼我！李哲，从头到尾都是你在逼我，你逼我接受我不想要的生活，逼我放弃我的底线，逼我忍受你父母的刁难。现在你觉得是你被逼了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方案我给了，底线我画了，现在解决问题的钥匙就在你手里，是你自己不该拧开这把锁。我和你爸走，我们老李家斗不过他这尊大佛。我和你爸明天就走，省得碍别人的眼。妈，你说什么气话呢？你跟爸都回去了，村里人都会骂我不孝，别国充其量也会把我给戳死的。你别这样，我没说让你们走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，以为儿子娶了媳妇儿咱就能享福了，没想到啊，娶了个儿媳妇儿却不是个东西，硬逼着儿子撵咱俩走啊！谁说不是呢？哎，这不孝顺的儿媳妇啊，早晚得被雷劈。我就看呀，这报应什么时候来？爸，啊，你们不是要走吗？我就不送你们了，我这还有别的事要干。好你个陈叔，你这是要赶我们走啊！我们老李家娶了你这么个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！老天爷，你就不能劈倒雷，把这个没良心的给劈了？你们要是再不走，就赶不上车了。走，咱们去要饭。走，咱们要饭也不住这儿。走，走。哎呀，建国，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评评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的？我没想让你们走。儿子，其实我和你爸也不想走啊，还不是你那个媳妇儿，她容不下我们，硬逼着我们走啊。你放心，我把大白脸也叫过来，就是想让他劝劝小说。今天谁也别想把你们从这个家里面赶走。陈叔是吧？我是李哲的大伯。大伯好。听说最近家里闹矛盾啦？哎呀，小叔啊，这一家人呐，没有隔夜仇。秀琴呐，她是直肠子，说话不好听，但她心是好的。你是晚辈儿，又是读过书、明事理的人，你就多担待点呗。这夫妻之间嘛，床头吵架，床尾和，别因点小事伤了和气，再让外人啊看笑话，是不是？这番话说的真是冠冕堂皇，滴水不漏。大伯，您说的对。如果这事儿不是一件小事呢？如果我的生活被打乱，我的个人空间被侵占，我的生活习惯不被尊重，那我还应该这样无条件担待吗？还有我每天回娘家吃饭这件事儿，不是我在闹脾气，是我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告诉他们，我需要边界感。这一家人住一起，这不也得需要多磨合磨合吗？是不是？是，我提出了磨合的方案，在同小区给爸妈租一套房，我出全部的房租，让李哲既可以尽孝，我们夫妻有自己的空间。但这个方案被李哲和他爸妈驳回了。那是因为他们住外面的房子，我不放心。爸妈把我养这么大，我能让他们寒心吗？你看看你这孩子，李哲他多不容易啊，你就多体谅体谅他吧。大伯，我很体谅他，所以我把解决问题的权利交给了他。他什么时候把问题解决了，我什么时候回家吃饭。行了，大伯，就这样吧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不想走，既然不想走，那就留着呗，一直留到李哲能把我们之间的问题解决了，以及他的态度明确了为止。我觉得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明确什么？哪里明确了？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大家就一直在这耗着。陈叔，你等一下。你这几天天天在外边吃饭，开支也不小吧？我们这个家每个月房贷、水电、物业这些都是固定开支。现在我爸妈也来了，生活费开销也大，你作为这个家的一份子，也该承担一些吧。结婚8年，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跟我谈钱。我的工资比他高，但这套婚前房产是我自己的，所以我从未要求他承担房贷。家里的日常开销，我们基本是各付各的，谁看到了谁就买，从未计较过。现在他竟然想用钱来压我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好好算算。那我们就算算，你爸妈来了之后，家里的燃气费、水电费、伙食费都增加了多少？你列个单子出来，我承担一半。另外，这套房子是我婚前买的，贷款一直是我在付，那是不是你和你爸妈也应该承担部分房租？我住我自己儿子家，我还要出钱，你是不是钻钱眼里了？妈，这话是你儿子先提的，他要跟我算账，我就陪他算清楚。陈叔，你怎么？你现在还想跟我算吗？你够狠！是你先要跟我算的，我只是在配合你而已。我不算了，你满意了吧？夫妻之间斤斤计较什么呢？陈叔，我还真是看错你了。你不是看错我了，你是根本就没有看懂过我。你以为我会哭，会害怕，可你错了。行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回我妈家吃饭了，就这样吧。妈，我来帮你。不用，你就好好歇着。我女儿回来就是要享福的，怎么能干活呢？快去。结婚8年，还让我妈为我操心，我真是不想。陈叔，你快回来！怎么了？我妈不行了。陈叔，你快回来！怎么了？我妈不行了，我妈突然说心口疼，喘不上气儿，现在躺在沙发上起不来。你快回来呀！你别慌，你打120了吗？没有，我刚顾着给你打电话了。你先打120，我马上就赶回去。怎么了？亲家母出事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说身体不舒服，我先回去看看。那我跟你爸一起去。哎，不用，你和爸就别去了，我先过去了啊。那你开车慢点。好。知道回来。120呢？怎么还没到？我妈说她不去医院，她就是被你给气的，她活不下去了，她死也要死在家里。她死也要死在家里边。我知道，他们不过是在演给我看。主角是病倒的王秀琪，导演是焦急的李哲。李哲啊，既然生病了，那就必须要去医院。你这样由着他的性子，那不是孝顺他，那是在害他。你闭嘴！你到现在还在说风凉话。我告诉你，我妈她今天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给你赔完。哎呀，我造的什么孽呀！娶了这么个不通人情味的媳妇儿，我不活了！马上给你妈道歉，求得她的原谅。你以为我今天真的想把你妈给逼死，把这一家逼散架了，你就高兴了吗？一家3口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用孝道来绑架我。如果我今天不妥协、不认错，那就是逼死婆婆的恶人。小叔，你就服个软，去跟我妈说句好话，让她顺口气，行不行？她万一真的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的心里能过得去吗？说的倒是冠冕堂皇，可我知道，只要我今天退了一步，就再也没有前进的可能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幸福家园11栋110号，家里有老人心脏不舒服，他说他上不来气儿。对，我要叫救护车。对，地址没错。既然生病了，那就得去医院，让医生给你检查一下到底得了什么病。如果真是被我气的，那正好，医生给你开一个证明，该我负的责任，我一定不会推卸。谁让你叫救护车的啊？你想要全小区人都看咱们家笑话吗？安的什么心呢你？妈，您刚才不是说您不行了吗？救人要紧。小叔，你疯了！你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是吧？难看的人不是我，是这个明明没有病，非要躺在沙发上装死，逼着自己儿媳妇来认错的人。你个毒妇，你咒我！
有你这么做晚辈的吗？啊！你妈她不舒服，你不安慰她也就算了，你还在这说风凉话。啊！他真的身体不舒服吗？刚刚还喘不上来气儿了，现在就能中气十足的过来骂我了，我看他没什么大碍啊。这不是老李家吗？怎么还叫上救护车了？不知道啊，刚才听见里边吵得厉害。别开门，别让他们进来！小叔，我求你别开门，别让事情到这一步。李哲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不是用孝道绑架我吗？那我今天就用事实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负责。现在是你妈的面子重要，还是她的身体重要？你好，请问病人是哪位啊？跟我进来吧。是她，我婆婆。她说她心脏不舒服，喘不上来气儿。阿姨，哪里不舒服？我帮你拿个水啊。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对，好点了也得检查一下，以防万一。看着挺有精气神的呀，不像有病的样子。就是啊，明明刚刚吵那么大声，我都听见了。病人的血压是有点偏高，但是其他的基本正常。要是不放心的话，就跟我们去医院做全面检查。如果不想动的话，那就好好休息，别动气。那个医生，这事麻烦你跑一趟了，谢谢啊。感情是做戏给儿媳妇看的啊。这个婆婆还真不好惹。陈叔，你厉害，你赢了，这下你满意了。为了逼死我爸妈，你真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你的心是铁打的吗？那你怎么不问问你妈？她在我面前装病让我难堪，她的心是什么做的呢？你非要把这个家给闹散，你才甘心是吗？我没有要把这个家闹散，是你当初和稀泥的态度，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行，感情现在就是我的错了啊！我是爸妈的亲儿子，你为什么非得要逼我，要在你们之间做出个选择？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过日子，这不行吗？我没给过你和睦的选择吗？是你和你爸妈拒绝了。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，我真的说够了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小叔，你公婆今天来我们家了。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也没说什么难听的。你婆婆就是哭，她说她对不起你，说她不应该来给你添麻烦了。你公公就在旁边抽烟，一声不吭。我跟你爸都不知道接什么话。看来王秀琴和李建军知道从我这里下手没用，所以就去给我爸妈施压。小叔，妈知道你是委屈了，但今天你婆婆的态度，要不你……妈，这事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和爸以后也不用见他们了。他们要是再来，你就说不在家，这不太好吧？找上门来了。妈，他们不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他们是要来把你们也拖下水。只要你们记住，你们是我的后盾，不是他们的法官，不要被他们影响。好，妈知道了。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就行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家的大门永远都给你开着啊！我爸妈今天去你家了。我知道。他们说你爸妈人很好，也很讲道理。我爸妈他们就是个普通农民，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分寸感，他们只知道儿子结婚了，儿子的家就是自己的家，他们搬过来也只是想离我近一点而已。这是他第一次试图跟我讲道理，而不是发脾气。所以呢？他们已经知道自己错了。我妈她今天哭了很久，她说她不该跟你吵，也不该跟你说出那些难听的话。她都已经60多岁的人了，在你父母面前低声下气的，你还想让她怎么样？我没有想过让她怎么样，我的要求始终只有一个，而且我已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了。就非要搬出去吗？咱们就不能像个正常人家一样生活吗？我爸妈在这儿，你每天回来吃饭，咱们一家人看看电视，聊聊天，这不就是过日子吗？为什么非要闹得每天像个仇人一样？
可以，我明天就回家吃饭。真的，小叔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真的，只要你现在当着我的面订好明天要送他们回去的车票，他们什么时候走，我什么时候回来吃饭，一天都不会耽误的。小叔，你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？因为我已经推到悬崖边上了，我再退一步就要粉身碎骨。要做选择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李哲啊，李哲，我们8年的婚姻，估计很快就要走到尽头。这些都是陈叔最宝贵的东西。陈叔，你给我等着！陈叔，你干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？这是我的书房，如果你爸想养鱼的话，让他养到别的地方，谁都不能动我的地方以及这儿的任何东西。不就是让你点地方吗？你至于吗？我至于？这房子是我买的，我之所以留他们在这儿继续住，是因为这8年的夫妻情感。如果再动我的东西，别怪我把这房子卖出去，到时候谁也别想好看。小样，还治不了你，我只是开始而已。怎么回事？我新买的真丝连衣裙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我看着脏了，就顺手给洗了。这料子也太不结实了，一洗就坏。没人告诉你这种衣服要干洗的吗？干洗？你们城里人就是讲究，一件衣服也拿出去干洗，这多浪费钱呀！哎呀，我帮你洗衣服，你还不领情？儿子，你来，你过来，你看看你媳妇儿啊，我帮她洗衣服，她还不领情，就几件破衣服还要拿出去干洗，这多浪费钱呀！陈叔，妈也是好心，你就别跟她斤斤计较。你忘了我昨天跟你说过什么了吗？行，房子是你买的，你怎么说都对。我代表我妈给你道歉行了吧？不就一件衣服吗？多少钱我赔？这几件衣服加起来8000块钱，扫码还是现金？这么贵，你掉钱眼里了？我再问你，扫码还是现金？扫码行了吧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我们成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儿子，妈看上了一个按摩仪，要8000块。这儿媳妇儿也不孝顺，妈在这儿又洗衣服又做饭的，累得腰酸背痛的。哎，你给妈买一个呗。是儿子，你妈不容易。自从爹来到这个城里啊，这个连个串门的地方都没有，这对门都没人说话。我也是一天天的无聊死了。你给我买个鱼竿吧，我没事我就去钓鱼，这样我也能解解闷儿。这个鱼竿我看好了，就5000块钱。妈，我这1个月的工资就1万多块钱，你们买这些东西不是瞎花钱吗？哎呀，儿媳妇不孝顺，现在儿子又嫌我们花钱多了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你说咱们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有什么用？城里儿子能让咱们过上好日子，这都招白眼儿。走，咱回头论，没有法，咱也不来了。行了，我没有嫌弃你们，我就想让你们省着点花钱。也就是个按摩机和钓鱼竿吧，买就行了。哎，儿子，妈还看上一个这个。妈其实看上的是这根杆，我跟你说，这根杆呢比那个你搅什么乱呀？我买的这3轮车能摆菜。李哲，我倒要看看你在我的抵抗和你爸妈的索取之间，到底能坚持多久？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已经是我回娘家吃饭的第100天。这个家成了一个高压锅，而我在等待着爆炸的那一刻。哎呀，这按摩器真舒服呀！我儿子说了，哎呀妈呀，您辛苦一辈子了，也该享福了。不像有些人总躲在娘家，也不知道享的是谁的福。那肯定是享他妈的福啊！咱儿子孝顺咱，那叫天经地义；他孝顺他妈，那就吃里扒外。妈，您儿子可真孝顺，给您买了一个按摩机，给爸买了个钓鱼竿，就是舍不得花钱请个保姆收拾一下这个猪圈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还能什么意思呀？字面意思而已。儿子，儿子，你听听你媳妇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她说这是猪圈。你说谁是猪？爸妈，这钓鱼竿和按摩机我都给你们俩买了，咱们就消停消停，别闹了行吗？我昨天晚上加了1天的班，你们就让我喘口气儿，行吗？可是。小叔，明天早上你回家里一趟，爸妈有件重要的事儿想跟你谈谈。知道了吧？你看，你小时候不最爱吃这个头很大的虾吗？来，多补充点蛋白质。妈，我今天没什么胃口。闺女，爸这次叫你回来，就是想跟你聊一聊李哲的事儿，还有他爸妈的事儿。爸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。爸知道你心里苦，但是这件事儿也不能这么一直耗下去。你和李哲毕竟是8年的夫妻，不能因为他父母拎不清，伤了你们8年的感情啊。是啊，我跟你爸是看着你跟李哲走过来的，之前你们的感情不是很好吗？这俗话说，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年才修得共枕眠。我跟你爸不想看着你跟李哲因为他爸妈断了你们之间的缘分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正是因为这8年的感情，我才没有在他爸妈作妖的时候，因为这房子是我买的，就把他们赶出去。爸妈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好闺女，但是你有没有想，万一李哲一直不松口，你能怎么办？你能一辈子回娘家吃饭？爸，我在等。你在等什么呀？等他做出选择。那他要是不做出选择呢？那就离婚。我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，如果他没有办法在我和他爸妈之间做出抉择的话，那这8年感情我不要也罢。但是爸妈，别说了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尊重我的选择。你在爸妈心目中一直就是好姑娘，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，爸妈都支持你。只是我跟你妈希望你能够幸福。行了，小叔已经做出决定了，那就别说了，吃饭吧。来吃饭。多吃点。哎，你看，到那头，这正好挂咱孙子一个100天照。那边那朵桥啊，正好挂咱们家的全家福。有道理，挂一个大，是吧？挺好。我看看凉了。我和李哲都闹成这样，他们居然还能若无其事，删了以后孙子的照片挂在那。我结婚照呢？啊，这个呀，我收起来了。放哪儿去了？就阳台那个杂物间里啊。哎呀，那么大一张照片，多占地方啊！再说了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挂它干嘛呀？干活，干活，干活。老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么贵啊？拍个结婚照而已，不用花这么多钱吧？不行，我们结婚，我得找最好的摄影师，我要把我老婆最美的样子挂在这个家里边最显眼的位置，我得看一辈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爸妈把我们的结婚照摘下来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我妈她只是想重新规划一下这个墙面，这个照片旧了，咱们就拍新的啊。李哲，那我们的感情是不是也旧了？就像这张照片一样，它可以被丢弃，可以被刮破，
也可以随意更换。小叔，你别胡思乱想，我妈她肯定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就是一张照片吗？你至于的吗？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们老李家生孩子，才见不得我们规划孙子的照片墙。您说的对，我就是不想生孩子。李哲，你现在都听清楚了吧？他就是不想生。我早就跟你说，他心不在这个家，你还护着他8年了，结婚8年了，我们老李家娶她还有什么用啊？妈，你别说了。我凭什么不说啊？陈叔，你说到底生不生？你今天必须说清楚。妈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是李哲3个月前在医院开的检查报告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明明把它藏得好好的。妈，你不是一直很奇怪吗？为什么我们结婚8年了，却一个孩子都没有？现在你就知道了。这不可能啊！这医学报告不会骗人。李哲，弱精症，自然受孕概率不到5%，自然受孕的概率不到5%。这些年，李哲一直跟我说，他想先打拼事业，他不着急生孩子。我信了，所以我就替他扛着所有来自两边老人的催生，我对此没有说过一个不字。直到3个月前，我偶然发现了那张报告，我这时候才知道，原来他不是不想生，而是他不能生。李哲，你瞒着我，瞒着你爸妈，让我一个人扛着不想生孩子的罪名。你妈说我生不出个蛋，你姑姑说我是个冷血动物。对于这些话，我从来都没有反驳过，因为我这是在替你扛。小叔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你是怕我知道真相嫌弃你，还是怕你爸妈知道真相对你失望，你才选择把这个锅甩到我身上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你为了不生孩子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对，这都是假的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啊，那个是3甲医院的公章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查。现在你知道这个蛋的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吧？儿子，你瞒我瞒得好苦啊！你老李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绝户头啊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爸，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，的确是我们的事。我们老李家要绝后啊！要绝后啊！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说的那个，我们老李家本来家风很正的，自从娶来了你之后，我们家才不好的。没错，就是那个都是他的错。妈，你们别再骂陈叔了，都是我不好。什么你不好？都是他的错，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是，就是陈叔这种，你们这个坏了我家的风水。要不是娶了他这个女人，我们老李家早就抱孙子了。可是爸妈，如果我当初没有娶陈叔的话，我在这个城市还没房子住呢，我到现在还是在打工租房，这个城市根本就不会有我的安身立命之地。妈，这场战争就到此为止吧，我真的心累了。对了，今天我妈过生日，所以下班之后我会在娘家吃饭，吃得晚一点。陈叔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姑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那一个女人哭成这个样子，你真有出息！
你到底要我该怎么做，你才敢回家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家它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我的画被换了，我的沙发被搬了，我衣服被毁了，我的结婚照划坏了，是因为你妈她想用来设计她孙子的照片墙。可你知道，那孩子他永远都来不了。明明你知道，但你又什么都不说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错什么了？是错在今天哭了吗？错在终于挺不住了，还是错在被我逼到墙角，不得不面对了？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肯回家？我告诉你，等公婆搬出去的那一天。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肯回家？我告诉你，等公婆搬出去的那一天。你这个铁石心肠的女人，把我儿子逼成什么样了？真要把我们一家人都逼死，你才甘心吗？我今天给你拼了！丽森，你吼我！我让你们都闭嘴！给我回房间，回去！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呀！小说，我们谈谈。这一次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我撑不住了。我每天夹在你们中间，这边是我妈，那边是你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。可是现在，你们就像个仇人一样，我每天在两个战场之间来回跑，两边都在流血，两边都在问我，你要站哪边？我站不了。我无论站到哪边，另外一边都会死。所以你就两头跑，两头哄，两头骗。因为你是和平使者吗？你就是个纵火犯。你往我这边跑一趟，你爸妈就更恨我一分；你往他们那边跑一趟，我就寒心一寸。火是你点的，油是你浇的，你觉得你被夹在中间了？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被夹在中间。你一直站在他们那边，只是你自己不敢承认。没有，你有，你自己不敢面对吧？我不知道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不知道你会那么难受，我不知道原来忍这种事情也是会有代价的。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，你才肯回来？我的要求从我第一次开始提的时候就没变过。那个2居室还在出租，你就让你爸妈搬进去，房租水电我来出。你可以随时去找他们，也可以把他们接过来吃饭，这都 OK， 没问题的。但是到了晚上，他们回他们的家，我们回我们的家。我需要独立的空间，他们需要，我们也需要。这要求很过分吗？不过分。那你为什么做不到？那你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他们不会同意。因为他们不同意，所以我就得继续忍着。李昭，你搞错了一个问题，这不是他们同不同意的问题，这是你做不做选择的问题。你是他们的儿子，也是我的丈夫，这2个身份不是让你当传声筒去，是让你得做出选择。你选择他们，我认，但是你选择了我，他们也得认。最怕的就是你谁都不选，让我们3个人耗死在这个屋子里。我没法选。那你就是选择了他们，因为不选也是一种选择。你选择让他们留下来，那我就要继续忍着。是，你什么都没做，
可是你什么都做了。我需要跟我父母好好谈谈。不是谈，是通知。你找他们谈来谈去，又是一场和稀泥。你要做的是通知他们，你要说这房子我做好了，周六就要搬进去。李哲，我给了你100多天的时间，真的够长了。今晚你想清楚。今晚我妈过生日，正好我就在我爸妈家过夜了。明天一早，我等你答复。小叔，他们不同意。我爸妈说没得商量。我和你爸要是搬出去住，就等于被儿子赶出了家门。这以后让我们在亲戚面前还怎么抬头？你当没我这个妈？这还是我爸第一次打我。小叔，我真的很痛苦，你能理解我吗？所以，你的结论呢？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？1个月，不，半个月，给他们点时间，让他们介绍，再给我点时间去做做他们的功课。我给的时间已经够多了，100多天，2000多个小时，我给了你这么多的时间去让你解决，可是你还是没解决。既然你解决不了，那我就帮你解决。要干什么？喂，你好，张经理对吧？陈小姐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幸福家园12栋那套2居室是不是还可以出租？那套房子还在，您现在要租吗？对，我现在要租。如果时间可以的话，我们把合同签了吧。下午3点我就有时间去签合同，那我们房子那边见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，下午3点见。好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说过，你做不了的决定我帮你做。我已经约好了，下午去签合同，租期1年，押1付3，房子可以随时入住。谁让你们经过我的允许，就擅自做这个决定的？就凭这个家是我的家，房产证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。更重要的是，就凭这3个月以来，你所谓的这个家给我带来的所有伤害。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绝情？那我们就好好算算。这些兰花我养了3年，现在都死了，就是因为你妈把剩菜剩汤倒了进去。这是我最宝贝的书，现在它被撕得乱七八糟。这些衣服8000块，你妈把它放进洗衣机搅坏了，她还不觉得有错，甚至她觉得是在为我省钱。我们的结婚证，你妈把它扯了下来，放进了储物柜，用刀划坏了。她说那个地方要留着放她孙子的照片。李哲，这不是绝情，这是在清算。这3个月，毁掉的不只是我的东西，还有我对这个家，对你最后的信任和情分。我租这个房子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这是在通知你，这场闹剧必须结束，你爸妈也必须搬出去。这个周六就是最后的期限，我会把你房子打扫好，东西我也会准备好。你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们，然后在周六那天帮他们把东西搬进去。如果我做不到呢？如果他们以死相逼呢？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法律也会帮你做到的。陈小姐，眼光不错嘛，这房子风水好，很适合老人居住的。好了，合同已经签好了，这钥匙给你。对了，还有之前麻烦张经理的那些事情，已经办妥了。小叔回来了。听李哲说呀，你给我们租了套大房子，哎呦，真是破费了。其实啊，我们住着就挺好，一家人热热闹闹的，没必要花这冤枉钱。那么破费干嘛呀？我们住着就成。我早就料到李哲一定不会把我的通知说到位，所以这次我也早有准备。他的和稀泥招数彻底失败，这房子呀，你们恐怕住不了，因为我把房子卖出去了。你凭什么卖房子？就凭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想卖就卖。你在跟我们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毒妇！你把房子卖了，我儿子住哪儿？我们住哪儿啊？
您不是一直说这是李哲的房子吗？现在这房子没了，正好你把他带回老家，你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多好。还反着贴了你啊！你敢！房产已经过户了，法律上3天后这房子也不属于我了。您觉得我敢不敢？陈叔，你疯了！这可是我们结婚8年的房子啊！8年，这8年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房子是我的，我可以卖；婚姻是我的，我可以离；这人生是我的，我可以重新开始。而你们从头到尾都只是客人，但是现在客人想抢主人的位置，主人只好把房子卖出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新房主下周过来，这周6请你们搬出去。我们8年的感情，你怎么能够这么狠心？是啊，正是因为这8年的感情，所以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甚至在1个小时之前，我还奢望你是否能跟爸妈讲清楚。现在看来，我做两手准备是没错。行了，既然都这样了，大家就一拍即散，各回各家，各整各妈。哎呀，这是没天理了！我老李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看我不活了！不过了是吧？啊，要卖房是吧？我让你卖，我让你卖，我让你卖！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儿，这就是你说的跟我们安排好的是吧？今天他要是敢这么做，我和你妈就没生过你这个儿子，我们老李家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陈叔，你真的要做到这一步吗？你真的要把我们老李家的脸面撕碎了往地上踩吗？我的脸呢？这3个月以来，我的脸在哪里？我的尊严在哪里？陈叔，我们老李家上辈子是挖你们家土坟了吗你？啊，你要这么对我们？儿子呀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呀！哎呀，你还要向着他呀，儿子呀！哎呀，我也是你们。这只是复印件，原件在我手里。李哲，我告诉你，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8年的感情不是假的，但3个月的消耗也是真的。当爱被折磨到只剩下怨恨时，放手是唯一的解脱。来，再吃点水果，这个橙子可甜了。好，闺女啊，这房子真卖了？过户手续办下来了，新房户马上搬进来了。那可是你大学毕业以后攒了5年的首付，再加上咱们家这一辈子攒下的积蓄才买下的房子呀，就这么买了。啊，房子是我买的，但那个家早就不是我的家了。当初你买房子的时候，每个月省吃俭用的还房贷，我跟你妈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后来你和李哲结婚了，我们想总算是有个人能跟你一起扛了。他没跟我一起扛过，房贷是我自己还的，房本身也是我自己的名字，他只是住进了而已。那你们以后……那套原本要租给公婆的2居室，我打算拿它过渡一下，里面家具家电都挺齐全的。你不回来住？妈，我都30岁了，不是小姑娘了，我得有我自己的地方。妈不是不想让你有自己的地方，妈是心疼你一个人。妈，我一个人挺好的，那套房子卖了，加上我手里的存款，能在咱们小区买一个小一点的，这样离得近，互相有个照应。我们不用住在一起。闺女，你跟爸说句实话，你和李哲这段婚姻，你到底是什么态度？我努力过了，但我用8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情，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这个家容不下一个完整的我。那李哲他……李哲，他不是个坏人，他只是永远不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。爸妈，我不是赌气，我是真的想得很清楚。快，8年，
我学会了怎么当好一个儿媳妇，怎么当一个妻子，在夹缝中求全。但我把自己弄丢了。现在我找回来了，以后也不会再弄丢了。闺女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女儿。如果以后累了，随时回来。对，家里的这扇门永远为你打开。这么晚，干脆祝你娘家得了。我活了60多年，还头一次看人把冰箱当自己的地盘划了的。什么进口牛奶啊，还没咱们村的羊奶好喝呢。看什么？我喝我儿子买的牛奶不行啊？这是我买的。你买的又怎么样？不想让我喝，就别放冰箱里头，直接锁你的卧室里头。我衬衫怎么回事？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不就是烫了个洞而已嘛，又不是不能穿。你整这死臭给谁看呢？我买得起，我也扔得起。还有2天，这2天你想喝多少牛奶，你想烫多少件衬衫，都随你的便。2天之后，这所有的东西和这个房子都会变成别人的。你给我站住！柴叔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比谁输的更惨！我告我儿子跟你离婚。一个离婚的女人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孩子，我看你以后怎么活！阿姨，您说的都对，我以后怎么活，我以后爱怎么活就怎么活。小叔，别走。我给他们说了，我说你们再闹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家没了，老婆没了，下半辈子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小叔，我是不是特别没用？陈叔，他明天就搬走了，房子卖了，他们也走了。那你呢？你要去住哪儿？那套2居室原本租给他们的，我自己住。那我们呢？我是说，你搬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们这个家还能不能继续？一哲，房子卖了，这个家没有了。可是我们还没离婚。那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那面墙空了，我的兰花
死了，我的衬衫烫了，我的牛奶喝了，我们的结婚证划了。你觉得这些你能赔给我吗？我都还可以给你买新的。不是东西的问题，是这3个月，我每次回到家，我看到这个家一点点的变成别人的，而你呢？你总是在中间和稀泥。那你让我该怎么办？他们已经搬走了，我已经选择你了。真的是你选择我吗？那你呢？你就没有错吗？你就没有一点点不舍得吗？有，舍不得那8年，舍不得我自己在那8年里面付出的一切真心，但舍不得，不代表还能继续。那我们真的就这样了？明天还有好多事儿呢，睡吧。小说，你还爱我吗？爱过，但破镜难重圆。都收拾好吧？差不多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搬家公司的，进来吧。好嘞。哇塞，这些都要搬吗？对，叔，我帮你搬一搬吗？不用，我不配，用不起。你不死了吗？不了。好，我去送爸妈。不了。好，我去送爸妈。一切终于结束了，短短3个月，已经物是人非了。喂，妈。妈在呢。小叔，回家来吧，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好。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喝点水。妈知道你心里难过，毕竟是8年的感情，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？我以为我会开心，很痛快，为什么我这么难过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8年的感情怎么可能痛快呢？是啊，8年的感情怎么会说散就散呢？张嘴，不许哭了，把汤喝了。再喝一口。
都过去了。妈，我真的好累。妈知道，如果累了就回家了，妈这儿永远有你一张床。行了，快坐下吃早饭。眼睛肿得跟个桃子似的。爸，吃吧，啊。看你瘦的，多吃点。爸妈，我一会儿得回去了。回去？回哪儿去？那套2居室，我的行李都还没搬进去呢。在妈这多住2天呗，急什么？就是啊，新房东下周就要搬进来了，我的东西得提前搬走。你一个人搬？李哲呢？那是他的事情。把这些带上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妈，我就是搬去隔壁小区，我又不是去外地。搬到隔壁去也得过日子呀。妈，行了行了，别煽情了，赶紧吃饭。吃完饭我帮你收拾啊。那个辣椒酱给我留一半啊。想得美。就这。妈，这房子挺好的，干净，采光也好。好什么好啊？这破沙发是人做的吗？还有那柜子门都关不上。对面就是咱家原来的小区，就隔着一条马路。你看人家那房子，再看咱们这个房子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这沙发也太硬了啊！这要坐的时间久了，我这腰间盘突出都得散。硬能不硬吗？陈叔那套房子，那沙发是皮的，好几万呢，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李哲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房子真的卖了？卖了卖了多少？300多万吧。？300多万，钱呢？妈，那是人家小叔的房子，钱自然也是他的。什么他的房子？你跟他结婚8年了，那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。那是婚前财产，贷款也是他自己还的，法律上。法律，你跟我讲法律。她嫁给了你，她人都是你的，何况一套房子？对，儿子，你妈说的对，她嫁给了你，她人都是你的，她的钱就是你的钱，最少得分一半。爸，这事不是这么算的。怎么算？你说说怎么算？李哲啊，你现在是不是还向着他说话？都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向着他说？我没在护着他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啊。事实就是你窝囊，娶个媳妇管不住，房子卖了，钱都拿不到，把我们老两口放在这个破地方，你还给我讲事实？儿子，你听妈的，这婚必须离，但是在离之前，把该要的东西要回来。这房子至少让他突出一半。妈，那房子是他爸妈给他交的首付，他自己还了5年贷款。我们结婚以后，房贷也是他自己还的，我1分钱都没花。那你挣的钱呢？我自己花了，存了一部分，但不多。都花哪儿了？我每个月工资多少钱，您不清楚吗？那这事就这么算了？是我对不住他，从一开始我就做错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是你对不住他，他把我们两口子赶出来了，把房子卖了，你对不住他？他没有赶我们，是我们，是我从一开始就做错了。你错什么了？你接爸妈来住是天经地义，哪个儿子不跟接爸妈一块住啊？可是他不愿意，他从一开始就说了，他需要个人空间。自己的空间，那是你家，她嫁给了你，就应该跟爸妈一块住。我们农村哪家不是这样的？对，可是这不是在老家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？我想弥补。弥补？你弥补什么？弥补这8年来我欠他的。你疯了？你欠他什么？他吃你的，喝你的，住你的，你欠他？妈，他没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这生活当中的开销他花了一半，我只是住进去而已。是我欠他一个家，一个不该让他每天都让着、忍着、躲着的家。李哲呀，李哲，你妈说的没错啊，你是真的疯了你！也行啊。您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跟我说，
破镜难重圆。一开始我不明白，镜子碎了，拼起来还能照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碎的从来不是镜子，而是我一点一点把它给磨碎的。李哲，你清醒点吧，他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他什么都没给我灌，是我自己想明白了。你想明白什么了？他就是个毒妇！他不是毒妇，妈，她是我老婆，是我娶的。你们怎么打我、骂我都行，但不要再说她了。你孩子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这是要跟我和你妈翻脸是吧？我没有想跟任何人翻脸，我只是想做对一件事儿，这辈子只想做对这一件事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是出了这个门，就别认我这个妈了。你永远是我妈。李哲，你回来了。我想着东西多，你一个人搬，我来帮忙。你东西我都已经给你打包好放卧室了，我父母也已经安顿好了。这冰箱里面还有很多吃的，要不我做点，你吃完再搬。不用了，直接扔掉吧。我来帮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小叔，什么事儿？我给你带了点蔬菜、水果，还有肉。你冰箱里边肯定空了吧？我放下就走。这个放哪儿？放这就行。好。还有事吗？你今天中午怎么吃啊？外卖。吃外卖不健康，要不我做饭给你吃？我不是想赖着不走，我就是，反正我也没啥事儿，我给你做完了就走。西红柿炒鸡蛋可以吧？好香啊！那个，你先尝尝，不行的话我再做。盐放少了是吗？那我下回注意。你不吃？我看地有点脏，我去拖拖。这些我自己会做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些？因为我以前没做过，这8年来我没做过几顿饭，也没刷过几回碗，也没买过几束花。如果你觉得烦，那我以后少来。但你今天要是不烦，我就明天还来。随你。妈，这是我买的进口的橙子，很甜。
你尝尝。放那儿吧。爸，您少抽点烟吧，对肺不好。死不了。这是我买的润喉的枇杷膏。那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你是不是又想去见那个女人？妈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每周你都主动上那女人那儿给人家做饭、拖地、张牛做马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养了你30年了，你给我做过一顿饭吗？现在倒好，人家都把你赶出家门了，你还像一个奴才似的伺候人家。你把他当什么？菩萨、祖宗？你的骨头呢？你是个男人。妈，小叔他也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我看你就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了。妈问你一句话，你还要跟他过吗？离不离？妈，小叔她是我老婆，我们结婚了8年。8年了，你都没把他焐热，他就是个冷血动物。他现在正这样对你爸妈，把你爸妈当仇人，你还跟他摇尾巴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你今天给我个痛快话，到底是离还是不离？你不能，你不能。行，那你以后也别回这个家了。妈，从今天起，我没你这个儿子，你爸也没你这个儿子。拿着你的东西，你给我走！你走！你给我走！走！妈，您别这样。妈，我妈她生病住院了，严重吗？高血压、老高，医生说幸亏发现的早，死亡依然及时。李哲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离婚。陈爽，你就不要在这个时候。你明知道你妈住院是被我气的，是被搬出家气的。那是我妈她自己。对，那是她的选择，她的强势，她的掌控欲，她的不肯放手。但李哲，把她推到现在这一步的不是我，是你。是我。 5年前，你说你爸妈要过来住，我告诉了你我的底线，你说理解。3年前，你又说他们年纪大了，我就提出了租房方案，你说再等等。3个月前，你直接把票订好，通知我说他们要过来。每一次你都有理由，每一次你都让我忍，每一次你都跟你妈说是陈叔他不同意，你把所有的矛盾都推给我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没有，你一直在做两边讨好的传令兵，你以为这是善良，这是孝顺，其实这是懦弱，是逃避。你妈恨我，觉得委屈，我累了8年，你觉得我冷血？那你说吧，这盘死棋该怎么解？你早就准备好了，你就非得在这个时候？那应该在什么时候？你妈住院了，你觉得是坏时候？那你妈出院了，你又得说她在恢复期受不了刺激。等你妈好了，你又会说事儿都过去了，何必再提？李哲，永远没有合适的时候，你只是在等，等我放弃，等我认命。等我什么时候能成为你妈的好儿媳？那你呢？你有想过我吗？我在中间，我也很难。我知道你也很难。我等了你100多天，我等了你100多天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你解决了吗？你把问题解决成你妈住进了医院，然后又过来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跟你提离婚。我真的不想再当罪人了，我真的很累了。8年，我用8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情：我改变不了你，改变不了你的爸妈，
我们3个人都困在这个死循环里，现在该有人先走出去了。小叔，你还爱我吗？爱，但爱被磨灭了，就像那张结婚照一样，被划破了。你可以装进新的相框里，重新裱起来，但那道划痕，它永远消失不了。如果当初在你爸妈过来的第1天，你能站在我这边，你告诉他们这是小叔的家，你们要尊重小叔的生活习惯，都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如果在你妈划破我们的结婚照的时候，你哪怕发1次火，你说一句那是我和小叔的回忆，我都不觉得这8年的感情是个笑话。可你没有，你一次次的在中间和稀泥，你以为你是好人，两边都不得罪。结果呢？你妈恨我，我怨你，你自己被撕成了2半。李哲，我今天跟你提离婚，我不是恨你，是因为我真的想清楚了，我们再也回不去。我真的没有机会了。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了。李哲，祝你妈早日康复，不是客套，是真的。我和李哲离婚后，他妈妈果然身体恢复得很快，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出现了。现在的青菜怎么那么贵呀？一把青菜要5块多，要在咱们农村啊，上人家地里就能摘。哎，你最近怎么老加班啊？天天回来那么晚。想不开以前怎么没看你这么忙啊？是不是又那陈叔？啊，跟他都没关系。真憋死我了！我想去串个门也没有地方去，这楼下下个象棋吧都找不着人。这城市人心太冷，都住了半年了，对门姓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秀琴呐，咱回村里算。儿子也经常见不到人，还真不如回去得了。你爸他风湿病犯了，这城里太吵，回去住一段时间再说吧。秀琴，收拾好了吧？我送你们去吃饭。不用了，你工作忙，一个人在外面，别总加班。孩儿啊，这个城里啊也不适合我和恁妈，俺就先回村里了啊。走，秀琴。舒淇，你认真的？说走就走？我明天就去请假。佳一，我年假还没用。爱的陈叔，你是我们的妇女之光。不带家属。我哭了。舒淇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他们说我回来了，其实我一直都在，只是从前把太多重量扛在了一个人肩上。陈叔，我们还有可能吗？哪怕只是重新开始。对不起。
我花了8年时间，试图成为他期待的妻子，他父母期待的儿媳妇，我差一点就忘了自己原本的样子。我不想回到过去，也不想带任何一个人回到我的生活里。如果一段关系需要不断压缩自己的边界才能勉强维持和平，那这段关系本身就是错的。我没有删除李哲，不是留恋，是不必。原来把别人还给别人，把自己还给自己，是这么轻的一件事。